Master。说镇上棺材铺掌柜的原本不是何三姑，哪有婆娘干这营生的？是20年前河里漂着个半大姑娘，被棺材铺掌柜的救了。掌柜的无儿无女，就认了干闺女，那就是三姑。听三姑说，有天夜里下着雨，棺材铺里来了仨人。这么晚了，有事啊？人死不挑时候，走得急，做口官。阎王要收人，神仙也难留。跟我来。说来也怪，仨人没穿蓑衣，没打伞，身上也没湿。更怪的是，仨人走路都轻飘飘的。不知逝者身态如何？这棺木有何要求？身态和你差不多，给自己用，当然是要用上好的棺木。但有一点，朱砂生气。掌柜的知道，这种棺材是专给横死之人用的，但行业有忌讳，也就没多问。有，就这价。这是30块大洋，7天后入了关，再付70。这年头，死人也得死得起呀。像你们3位爷这样的阔主，不多喽。走吧，这么大的鱼怎么走？不如咱们仨借这地儿耍上2把，雨停了再走不迟。好。要说这棺材铺掌柜的2大瘾，1号耍钱，2号酒。有了这2样，刽子手砍他亲爹都不心疼。心被迷了，眼里就看不见别的事儿。他就没发现这仨人不对劲。呀，那儿小啊！也不知道是小三姑没睡醒，还是没看清，他发现另外那仨人没影子。过了6天，棺材铺里来了个游方算命的老头讨水喝。这几天你都干了什么？我没干什么。没遇到过什么生人？前2天下雨，倒是来了3个做棺材的。你还干了些什么？雨大没法走，耍了一会儿骰子。赌鬼，你个赌鬼，跟死人都敢赌，输了多少？我拿了30块大洋，输了29块，怎么了？你手心里的疤怎么弄的？赌钱输急了，摔了骰子碗拉的。大难临头，时日不多了。你在过生日之时，
也就是你办后事的时候，那3个人就不是人呢。明天就是我的生日。先生，救我！救我呀！愿赌服输，但看在你我的缘分上，我再支你一招。李叔，明天一入夜，你就躲在棺材底下，不管谁叫你，你都不能出来，听见了吗？算命的说，死人身体僵硬，弯不了身，找不到他，自然就走了。到了第2天夜里，对着井笑。第2天天刚亮，就有人发现棺材铺掌柜的死了，头朝下用井绳勒死的。最后啊，那口朱砂棺材他自己也就用上了。虽说他死的蹊跷，但平日里人缘太差，贪财好赌的，死也就死了。原来棺材铺掌柜是这么死的，太邪性了。赌鬼，合着这么来的？啊呸！什么和鬼赌命算命的老头，那都是三姑编的。这朗朗乾坤哪来的鬼？你见过？你见过？杨大白话，就你跟那儿胡咧咧，你知道个串串？王二瘸子，你知道？你知道你说。棺材铺掌柜活着的那会儿，我打更路过他门口，经常听见里面有打骂声和女人的哭声。我还亲眼看见三姑大半夜的跑去药材铺里买堕胎药。你说她一个黄花大闺女，她买堕胎药干啥？这里头有事儿啊！啥事儿啊？就是，哎，二位瞅着眼生啊！您眼尖，我们是外地来的。外地来的。这阴阳镇三面环山，一面抱水，山无路可走，水无船可行。你们是怎么来的？不瞒您说，我俩是鳖宝巷的人士。与外界路过贵宝地时，感觉山势非凡，想必定有宝物。谁知这山陡峭险峻，攀山时不小心摔下来了。好在命大，这才误打误撞的进了贵宝地。得嘞，镇上又天定进口喽。他这是什么意思啊？我们这阴阳镇呐，进得来，出不去。有这怪事儿？怪事儿？这怪事儿可要人命。阴阳镇可进不可出，这话以前也有人不信，想跑出去，可往外跑的无一例外，全死了。先是镇西村打铁的大奎，死活不信这个邪，嚷嚷着全家都要搬走。就是要走，我看你们谁敢拉我！当天夜里，不知怎么的，这大奎就像缺了魂儿一样，一头扎进了铁轨红场，头都给化没了。然后是镇东村的木匠三太，说是要上山砍些好木头，谁也拦不住。其实大伙都知道，他想跑，结果一个大活人被半空中的树杈子戳死了。没多久，镇北望打鱼的满仓想划着他那条破船走水路离开，谁成想刚到河中央，没风没浪，好端端的就翻了。满仓是个渔夫，水性好，但他不是淹死的，是吓死的。镇上都说水里有看见的东西，索命。
官的屠户孙胖子，他早前与人私奔的媳妇儿和满仓一起从河里面捞出来后，孙胖子就疯了，拎着个菜刀，说谁等他走就剁了谁。结果他被发现在他家烤出的砖窑里，和猪都粘在一起了。这些都是怪力乱神。最后是镇上的教书先生吕修仁大骂为本邪道之谈，也属他死的最邪门。他跪在姥姥庙门口，头扎进了地里，自己还把土埋上，活活憋死了。所以这阴阳阵呐，生人勿近，活人。我说你俩呀，要是不想也变成那种死得不明不白的冤魂，我劝你们呐，就在周边几个村子找个活口营生，老天爷饿不死瞎家巧。阴阳阵动阴阳，一招封魔祸心藏。有人惨死亲者痛，有人从此成了狂。去！棺材铺里人扮鬼，真假难辨把命丧。从此小镇心惶惶，你猜谁的心最脏？这味儿太窜了。谢谢这位大哥，兄弟定当多加小心，后会有期。虽说这阴阳阵怪事连篇，我们这阵极好玩的。这边。哎，老爷，你说那个人说话是不是鬼话连篇啊？空穴不来风，没有8、9、1、2、3。哟，爷，买肉啊？买多少？肥瘦都有，足斤足两。掌柜的，半扇猪肉多少钱啊？您要整半扇啊？那可得要30块。我是喝，但是这不宁不节的，你买这么多猪肉干什么？这可有40、50块啊！您这是要？掌柜的，你有所不知，我家里起造访，寻来寻去也没有合适的安排。我看您这个不错，看这样子大小高低正合适。啊，连那个肉啊一并匀给我得了。爷是这样，您要买肉啊，买多少我说的都算。但您要是相中了我们铺子里的这些物件啊，哼，哪怕是1块木头、1根草，那我说的就不算了。怎么不算了？你不是掌柜的吗？哟，爷，您真抬举我。前掌柜的死了，这里被三姑接了。三姑？棺材铺那个，卖多少呀？那个。哪儿来的有娘生没娘教的混蛋玩意儿，出口伤人！老娘跟你拼了！荷花姑娘，这俩犊子是不是要欺负你？乡亲们，弄他！弄他！别动手！这不是憋跑来了？慢着，别动手！他俩要干什么？买猪，又想买这案子。给多少钱呀？30块买猪，20块买这案子。20块买个破案子？纯属喜欢，个人爱好。臭河沟里的烂莲藕，脏心眼儿挺多。还是另有所图吧？把这案子锯开！锯开！锯！锯不得！别动打我！好物件！就是完了！这好好的一个案子，不卖就不卖呗，这不是糟践东西吗？你说那个败家娘们儿！谁再嘀咕，锯完案子就缝嘴。
是啥了？结石脏兮兮的，快扔了吧，快扔了吧！有点眼力啊，谢了。撒什么癔症啊？垫子都跟豆黄了，放进汤着呀！追呀！呸！三爷好。哎，好。三爷。你好，你好。哎，辛苦啊，忙着呢是吧？哎，好。三爷。哎呦，撞个正着，孩子。三爷好。哎，闺女，瞧见你爹的人缘没啊？您倒是落了个好人缘，可您忘了，您都好一阵子没陪我出来逛逛了。你看，这镇上的大事小事都得镇长亲自盯着，好几千口的人呐，可你爹就我一个人呢，我分身乏术啊。镇长大人，您先忙着，我玩去了。你回来，站这儿！你干嘛呀？一天到晚老跟镇上那些二溜子鬼混，一天到晚的。我为什么给你取小雅这个名字？就是希望你能够，小家碧玉，举止典雅。怎么着？最近我还听镇上有人说你取了一个外号叫什么赵大彪，你说这成何体统啊？我是约了荷花喝茶聊天。我的老天爷呀，那还不如找二溜子呢。你跟荷花是谁呀？棺材铺的。他看的死人比活人还多哎。那多晦气啊！哎呀，这都民国了，您怎么还教那老理儿啊？我走了。你请回吧。我这你就欺负我抓不到你。哎呦，没个女孩样，你这，不适合出门，回家了。刘疯子，刘疯子，你，鬼，鬼呀！有鬼呀！有鬼呀！三爷，您堂一镇长，理这老疯子干嘛？老不老，疯不疯嘛，都是我们镇上的人，是吧？本来还是一个全乎人的，他怎么就成这样了呢？能从姥姥庙活着回来的，他就是蝎子拉屎独一份儿。杨大彪，六哥来了。想滚！好嘞。哎呀，咱俩去商量，有话是不是啊？要不您说价？我说你俩烦不烦？跟我半天了，有完没完？荷花，这谁呀？小姐吉祥，在下严阳一。我叫宝葫芦。宝葫芦，你这名字真逗。这也不是个人名啊。哎，对了，你怎么就能看出来切肉的案子里有那么大的蜈蚣？蜈蚣肚子里有那么颗珠子？不瞒您说，我们这行练的就是神眼神心，眼观常人所不见，心想常人所不念。姑娘，你仔细回想便知，那肉铺本该是蚊虫蝇蚁最喜聚集之地，可刚才肉铺周围连一只苍蝇都没有，那肉案常年油污浸渍，可血水上去犹如进入海绵，所以80%蕴有内扰。哦，照你这么一说，还真像这么回事儿。那这珠子到底能干什么？这天有五行相生相克，分时化育以成万物。这珠子在蜈蚣体内吸精华补内气，日久年深就孕育成了传说中的避风珠。避风珠，我知道，就是戴在身上就不会刮风的那个，是吧？你说的那是定风珠，避风珠啊，无非有些驱虫散气的功效，没那么邪乎。书听多了吧你？二溜子，小雅，我们走。哎，你这人怎么翻脸不认人呢你？警告你们俩，再跟着我，我可喊人了啊！走，走了，拜拜。宝葫芦，算了，命里无时莫强求，
此地与你我都不是福地，是时候该走了。你怎么还提这茬啊？哎，你不是镇口讲鬼故事那大哥吗？哎，刚才怎么没瞧见你啊？你是没瞧见我，净顾着装大尾巴狼了。还有，谁讲鬼故事了？你问问那哥几个都知道。我看道听途说的吧。别管是不是听说，反正想走的有一个算一个，死的死，疯的疯。大快板的老疯子，你不是见过吗？怎么疯的？吓疯的。说那天夜里，月黑风高老蛙叫，波端汤阎王笑，电闪雷鸣震阴路，活人莫走姥姥庙。刘疯子那时候还不疯，下地回来正赶上雷公发怒，实在没法走了，一咬牙一跺脚，把三魂七魄心肝脾肺都变成胆儿，心一横，钻进了姥姥庙。方便就老是方便吧，他时不时的抬头瞄一眼姥姥像，也说不清是他自己吓自己，还是看的角度有问题。他越看越觉得姥姥像的头转过来了。你要红纸还是白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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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纸3天，白纸怎么讲？红纸3天死，白纸5天死。刘疯子回来的时候就剩一口气了，还是棺材铺的三姑看在荷花是他养女的份上，才奋力救了他一命，要不然根本就扛不过3天。不过这命是保住了，落了个疯疯癫癫、满口胡话的命。哎，大哥，这姥姥庙什么来历呀？这么邪乎？说是很多年前老镇长还活着的时候，镇上有个富贵人家失了火，全家老小都在里边。哎，就老太太刚回来没赶上，老太太是求爷爷告奶奶，可愣是没有一个人帮忙救火。这老镇长呢，跟这家老太爷不对付，也没说句话。老太太哭着骂他们是冷漠无情，没有人性，跑进了火场，全家都烧死了。没过几天，老镇长出门打猎，回来的时候马背上就剩个枪子了，头没了。大家都说是烧死的姥姥对镇子下的诅咒。这样，后来那个新来的镇长才立下了那些规矩。我看你才是满口胡言，鬼话连篇，真是滑天下之大稽。老吕头，你看你的书，我说我的话。这个时辰你不是该去棺材铺门口坐着骂街了吗？在这儿干嘛？还有，你忘了你儿子咋死了？我去你的妈！年轻人，我这把老骨头叶落归根，烂也烂在这镇子的土里了。但我死也不信什么阴阳阵禁忌之说。做人走正道，何惧半夜鬼神叫？月缺星稀，一风
香，灌输残影，人惶惶。闭嘴！咱是不是被那老头子忽悠过来当敢死队了？我们下过古墓，潜过水城，那些妖魔鬼怪的传闻听得多了，哪次碰到他，不都是以讹传讹吗？这是唯一能够出去的路。我倒是要看看这姥姥庙有多邪乎。走，走。这林子怎么这么香啊？不像是正气。老狐狸，你在他那干嘛？你在跟谁说话呢？来给你俩送避风珠啊！你舍得给我们了？你过来拿呀！过来呀！跟我叫一样的倒霉名字吗？啊！民国9年6月，那不就是现在吗？
怎么了？保护里的棺材里躺着一个我不去管他。你打我了吗？我没有啊。你去哪儿了？那棺材里有一个跟我长得一模一样的人。走，去。我不去，你去。那我解开绳子了。啊！别！一起去。啥也没有啊！不信你看。见鬼了！老爷，我知道现在不是时候，我这肚子有点上劲儿。这里什么事没有做，就别干了下去。控制派给你最后一个。我不去，我也不听，我憋着。我不听，我也不想知道。吓死人！我腿迈不动了。怎么就迈不动了？大腿和小腿中间那根丝儿不听使唤了。如果是1、2、3，你需要就跑。你要是跟不上，我就把绳子解开了，好吧？老爷，你这时候丢下我，我做鬼都怕你抓我去啊！傻子老子魔鬼，还是咱俩头人一家亲，别高兴一次。想逃出阴阳镇的人都死了。哎，这还哼唧呢你。听说那俩兔崽子还有口气儿在啊？怎么着了？他活着，爹！太好了，你看他没事儿。他没事，你那么高兴干什么？憋回去，想都别想，看上一个短命鬼，早晚想守寡呀。三爷，您说的是，小雅，你得听你爸的。他听我的，你还是没戏。斜拔的猪腰子，一副活脱脱的二灵。
保护了。闪开，闪开！好我呀你！哟呵，这会儿能耐呢。什么味儿啊？这是！哎呀，三姑呢？让三姑看看这俩小王八蛋到底要怎么办呢？用不用先量好尺寸什么的，到日子好发送？人死即归，精气归于天，肉身归于地。先到贵生，鬼道贵终；先到长自吉，鬼道长自凶。该终而未终，非吉而是凶。那俩小兔崽子听清楚了没有？这一关还没过去呢，还不赶紧过去跟三姑求求他怎么救你们？还跟那儿趴窝过夜子呢？去呀，小兔崽子！你干嘛？他们俩会动。感谢三姑救命之恩。你们俩不是我救的，天刚亮就在这门口躺着了。我虽是做死人生意的，但是有口气的活人，我也不会不救。站长，三姑，哎，快来看看吧，那王二全都不行了！快！这臭算命的刘一眼，好事不灵，坏事灵，还真给他说中了。铁口断生死，神算定乾坤。欲知身后事，先问卜卦人。刘先生，今年镇上要举办的亡魂祭奠大典的日子，选出来了没有？你看，按理说呀，这等大事还是应该先找三姑才对。三姑这会儿不是身子不舒服，正养着呢吗？你平常老把自个儿捯饬的跟个世外高人似的，这点事儿都办不了。哎呦，办得了，办得了。二瘸子，家里办白事呢。队长，瞧你这话说的，我光棍一个，上没老下没小，那家里要是有白事，那不就我自个儿了吗？没办白事，你抱着那玩意儿满大街瞎晃悠什么？您又不是不知道，我是唐朝的擀面杖，老光棍了。娶不上媳妇儿，我就让三姑给我扎了个纸人媳妇儿，放到家里面看着也宣愤不是？你瞧瞧，三姑这手一扎，别过来，别过来！二瘸子，那玩意儿可不是给活人用的啊，它不吉利，不吉那必是凶。你要真能算得准，那不如你给我算算我什么时候娶媳妇儿。你要算准了，我不但信你，我还给你行390口的大礼呢。好，你此话当真？一口唾沫一个钉。好，你写个字吧。让他看字儿都费劲，还让他写。就这个吧。依我看呐，他娶不娶媳妇儿，倒是次要的。他有没有命娶上媳妇儿，这才是首要。啊，你算不出来，我也不怪你。你这我死就不地道了吧？怎么个说法吧？镇长大人，你看，他写了个一字，而且这个一字不偏不巧的正好落在了匕首上面。你看，这是什么时辰？正好是酉时，夕阳西下。这一字下边一西一闭，那不就是个死字吗？行，刘姨啊，
我就等着看我什么时候死。我要是死不了，我就掀了你的挂摊儿。这不整一个魂不吝吗？才3天，你瞅瞅，就这奏相谁来得了？他也是软磨硬泡我好几天，我才答应给他做的。他要做常人的大小，骨料不用竹胚，用铁丝；外表不用纸料，要用布料。问他干什么使，他也不说，合着是拿回家当媳妇儿去了。得知道他回家后发生了什么才行。他家里头就4面墙1根棍儿，没旁人，你让他问谁呀？哎，对了，三姑，你不是会那个什么垃圾的那个催什么东西？催眠。哎，对，催眠，干脆给他催个眠，问明白。爹，啥是催眠呀？我也没见过，这不，咱娘俩正好一块开眼。三姑，事已至此，也只能这样。看着他，告诉我，你看到了什么？告诉我，你看到了什么？你说你活着就好，你给我当媳妇儿生娃，咱俩这小日子一过。小酒一喝，你来呗，来呗。你不喝，那我喝。二瘸子，着急回家抱媳妇儿上炕呢？啊！哎，你咋知道？你冷屋冷床一个人睡，抱着母猪，你暖被窝去吧你！去，你知道个叉叉！媳妇儿，你看我给你买什么了？你看。媳妇儿，你怎么不看我呀？没眼睛。这下好看，媳妇儿。原来如此，指人画眼不点睛，指马立足不扬宗。人笑马叫皆不听，你若不记阎王情。你能不能说点阳间听得懂的话？三姑只是想说，王二瘸子用自己的血给纸人开了眼，导致招惹邪祟，引祸上身。你倒是挺懂规矩啊。略知一二，只是鬼神之说，不敢苟同。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了，你们赶紧把他抬去医馆，再去几个人到他家里，把纸人拉出来烧掉。来，快，抬走！
小心点，小心点。记住啊，用柳木架火烧。哎，你请好吧。走了，小雅妹妹。身为一镇之长，我这个巫婆，神鬼凶煞，蛊惑迷信，搞得镇上人心惶惶，人人自危，真是笑煞仙人呐！何为鬼？心鬼为愧，斩心为惭，是为惭愧。人若知惭愧，常斩心中之鬼，这无处生鬼。渔民都是渔民，我倒要看看这滋生恶鬼的棺材铺能穿出几只鬼来。吕吉地，你在那儿不阴不阳、不阳不阴的在指桑骂槐呢？你那儿子就死在不敬畏鬼神上头了，你还不计前事，还敢在这儿放肆？哎呦！哦。不听信你们的鬼话，就得丢了性命。我吕吉地光明磊落，问心无愧，何惧鬼神？就告诉他举头三尺有神明啊，遭报应了吧？大白话什么事情？大白话，什么事情？啊！王二学子家房前屋后都找遍了，那个纸人不见了。怎么了？又出什么事了？您进去看看。您快进去看看吧。二瘸子，你全让刘一言给算准了。谁叫你平常不敬鬼神、不信邪呢？这回连小命都搭进去了。镇长啊，这一天一夜，镇上就死了2个人了，这是犯了天怒了。哎，有所不知，自打这2个外人来了咱们镇上，咱们这儿就没有太平过呀。老几位先别急，先别急，先听听三姑怎么说。这就是我说的，该忠而未忠，非吉而是凶。2个后生夜走姥姥庙。本该命丧黄泉，却大难不死，因此触怒了鬼姥姥。接连死人，应是如此吧？哎，你们怎么还把他拿出来了？这还嫌邪气儿不够啊！我相信这世上还有很多东西都无法解释，但是要让我相信这玩意儿活了，还把人给杀了，这……啊，
又来个不信邪的，这一出出的你不都是看着呢吗？这吕吉地被火烧死，王二瘸子被木棍噎死，看来你们阴阳镇的金木水火土五行之死又要应验了。那下一个不是我，就是你了。三姑，咱们家的纸人嘴上的颜色都没了。哼，二瘸子天天亲掉色了呗。他也得下得去嘴。别碰，不吉利。用柳木架火把它烧了吧。好嘞。仰头向乡民，夜夜打五更，不知身后事，好人知昨天。夜半此时。
给您沏好放桌子上了。别忙了，去把大门开了吧。好。相公。 咱俩算是3-9天吃冰块，怎么说？凉透了。哎，你害怕什么呀？啊，把话跟我说清楚。大哥，给条活路吧，我还年轻啊，我媳妇儿还没娶。杨大哥，我们不会缠着你，只要你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马上让你走。这不是和尚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吗？这凡是跟二位有个接触的，有一个算一个，都没好。哎呀，老两位自个儿想想，那个知乎者也的吕吉地，打更的王二瘸子，还有茶摊上搭锯枪的冯师匠、于旺财，他都没逃过。这街上的人呢？杨大兄弟，看见你嫂子了吗？嫂子这会儿不是该在茶摊忙吗？没有啊，今早一睁眼就没看见人了，这都大半天了，连个影子也没有。你看见了吗？没有。你看见了吗？没有。今天叫你们来呢，是有个事儿要跟你们商量。当然，对你们来说也是天大的好事儿。坐吧。想必你也看出来了，小姐喜欢你。把东西拿上来。认得吧？哇，《千里江山图》，北宋画家王希孟名作，即北宋以来水墨山水之大成。这幅画从宫中流落到民间后，就下落不明了。没想到，在您这儿，这可是价值连城啊！这样的无价之宝，在老爷这儿不止一件。你要是娶了小姐，不都是你的？三爷的心意，在下心领了。若是其他的事，我定当两肋插刀。只不过这儿女情长之事，得讲究个感觉。您说呢？你什么意思啊？看不上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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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不上你。小姐，我看你们两个真是油盐不进呢。小姐知书达理，落落大方，哪轮得着你们在这挑三拣四、指手画脚？太不识抬举！告诉你，现在镇上的人都说你们两个是不祥的异类，要不是老爷保着，你们哪还有命？在这里扯淡！即使如此，有劳三爷照顾，叨扰不便，后会有期。有期。快，在那！你说他俩跑就这儿是吧？河边。哎，大哥，这是怎么了？镇口摆茶的那李家二嫂子找着了，据说人已经……哎呀，我也不知道了，去看看不就知道了。李家二嫂，走啊！你瞅我干嘛？这怎么站着呀？我只是想跑出去，没看背着包袱的吗？是啊，浑身湿漉漉，站着都能淹死。这两个丧门星怎么来？就是，没有他俩，也出不了这事。让走，偏要走，两腿难出正北口。天上有神不灵验，地上恶
何时如今梦？万般尽被鬼神戏，看去人间傀儡棚。你俩来这儿干什么？这不是自讨苦吃吗？你们该死不死的惹怒了神灵，这次上也不会死那么多人。老少爷们们，打死这2个丧门星！打死这2个丧门星！打死他！住手！师爷来了！干什么？想干什么？光天化日的，就要行凶杀人不成？还嫌这2天镇子上死的人少吗？师爷，冤有头债有主，都是他们俩害的呀！行了，一会儿把尸首抬回去。荷花，回去跟三姑说一声，该准备什么就准备什么吧。啊，其他人没事都散了吧，都散了吧。行了，大家都散了吧，散了吧。刚才你们都看见了，今天我要不来，会发生什么事儿？小船要过千帆浪，大水不淹一家人，懂吧？一会儿你们跟荷花先回去，晚点给你们安排个去处，不然你们的小命就难说了。镇长和三姑说了，这石头寺供奉神佛，邪祟勿近。你俩今晚就住在这儿吧，兴许能保个周全。荷花姑娘，你来这儿干嘛？三姑让我给他们送点吃喝。啥意思啊？这要送我俩上路啊？胡说八道什么呢？快进去吧，不到天亮别出来啊，小心半夜鬼叫门。平生不做亏心事，怕什么半夜鬼叫门啊？这地儿不错，先了啊。这寺庙怎么阴森森？被狗给撵了，把我的给撕破了吗？别废话！哎，前面有蜡烛油灯，点上。
荷花还真贴心。不怕有毒你就吃。这珠子你藏好，今晚能不能挨过去就靠它了。金木水火土，死的真辛苦，无一不为奇，活不到晌午。荷花不在，这么晚了，快回吧，回去睡觉吧啊！打算什么时候收手啊？什么收手？你说什么？自欺欺人，疯魔成性。你骗得过别人？你骗得过你自己吗？你不疯，有人疯了，不疯为何装疯？怕被真疯的人害死。从何说起？那两个后生夜走姥姥庙，吸入瘴气，产生幻象，定是九死一生。如果我们暗中跟着他们，怕是这世上又多了两个无主冤魂。以前怕死，现在不怕了吗？生死相伴，不过是无常。我们都会死，无非就是个先后。但是，我可以死得坦然，我死得其所呀。你们呢？死后西行，你就不怕那些冤鬼在路上向你们讨债呀？你这些年夜，你能睡得踏实吗？不必跟我说这些。该死的人太多了，冷漠该死，无情该死，贪婪该死，嗔恨该死，我该死，都该死。好，我问你一句话，你有想过你20年前亲手丢掉的亲生女儿吗？你是怎么知道的？荷花就是你闺女。以后，我就带着他进山里生活了几年。等孩子大了点儿，我就又带着他回到了阴阳镇。我就跟他们说，这孩子是我从人贩子手里买的。我怕他亲娘知道了，护犊又食子啊！我给这孩子取名叫荷花，把他送到你那儿学徒。我就是想让这孩子跟着你的姓，守在他亲娘身边来呀。这个亲娘啊！不要再说了，她不是我闺女，我闺女她早就死了。我不能让别人知道我怀了野种，我不能让别人一辈子戳我的脊梁骨。你走，你走！别让孩子知道所有事以后，恨这个亲娘。嘿嘿，种瓜得瓜，豆得豆，善恶有报，活春秋。
唯愿今尽奉人劝，莫让无子徒生流。杨영희啊，老太太，你没牙还敢咬我？就你有嘴，我咬死你！哎，跑！我看你往哪儿跑！把你能的啊！你不是鬼吗？你怎么不飞呀你？葫芦，
严，你还想变成老严吓唬我？看我不咬死你！哎呀！是他，是他，就是他！少年英雄小哪吒，老严，真的是你！可讲有耳，回去再说。没处死他。嗯。走。菩萨保佑到天明。散出来的烟气，吸了就致幻。咱不是有避风珠吗？这珠子你放哪儿了？蛇皮袋里啊。啊。这万物相生相克，蛇是蜈蚣的天敌，你把珠子放进蛇皮袋里，是发挥不了功效的。哦，哎，你咋没事啊？我睡不着，在院子里看星星。没过一会儿，你就迷迷糊糊的出来了。慢活的花粉呢？你用那玩意儿干什么？弄不好真容易死过去。赶紧拿出来，解裤腰带。哦。收了吧，省事儿了。喂，各位乡亲，各位父老，阴阳镇在我们镇长大人的带领下，又度过了富足祥和的一年。今天，我们又迎来了祭奠先祖、超度亡魂的大日子。愿先人保佑我们阴阳镇能够风调雨顺，愿逝去的亡魂能够早登极乐，入土为安。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镇长赵玉三先生登台讲话，掌声欢迎！别紧张，别害怕，我们不是鬼，光天化日哪有鬼啊？各位请坐下啊！瞅啥瞅啊？让让吧，火龙嗓子喊半天了你。看啥看？下去吧，猪腰子力量占全了你。把那两个上门星给我抓起来！谁都不许动，让他俩把话说完。
别乱动啊！今儿可有大戏要唱。各位稍安勿躁，听我说完，之后要杀要剐，悉听尊便。都别动，让人家把话说完。我今天倒是想听听，他唱的什么大戏？你们的镇长大人来头可不小啊！那是相当的大呀！赵金彪。话说赵金彪是何许人也？您来说说。那可是中原一带有名的土匪头子，从小父母双亡，沿街乞讨，后来流落到金门一带，混入预备队当兵。时日不长，不愿受军纪约束，跑了出来，开始拉帮结伙，磕头拜把，干起了打家劫舍、杀人越货的勾当。在中原一带，无恶不作，残害百姓无数。人人得而诛之。你胡说！我爹不叫赵金彪，他更不是土匪。没事。小雅，你还记得你家里那幅《千里江山图》吗？那幅画确实是从宫里流落到民间，但并不是不知去向，正好落在了土匪头子赵金彪手中。这赵金彪酷爱古董字画，挖坟掘墓也没少干。爹，你快告诉我，他讲的都是假的呀！赵金彪，金字丢掉人性，彪字藏了兽性，成了赵玉三。当土匪，哪有当镇长舒服？所以他趁前镇长外出打猎时，设下埋伏，害死了镇长，自己伪造了上任文书，摇身一变，你们的新镇长赵玉三就来了。他又怕有人从外界得到消息，所以编了个天大的谎，什么阴阳阵禁地，生人勿近，活人莫出，什么鬼姥姥索命，五行之死，真是可笑。可吕基地可是我们眼睁睁看着平白无故起火烧死的呀！对呀，这怎么解释？各位问得好，不得不说，真是好设计。这就是我从吕基地烧死的地方捡来的。穷酸书生，书生穷啊！老人家就2身衣服换洗着穿，镇上谁都知道。有人事先就在他晾在家外的衣服上铺满了白里粉。吕吉地的作息也很有规律，什么时候喝茶，什么时候吃饭，什么时候到棺材铺门口骂街，无人不知。只不过那天有人给他设下了死局，面口袋里一半面粉一半白磷，白磷烧热就着，面粉遇火助燃。光天化日，一个大活人凭空着起火来，多有说服力！你不信都不信。鬼神索命，当场暴毙，给我看，也给你们所有人看。王二瘸子呢？他要是没见鬼，怎么会吓成那样，还被纸人弄死了？对呀，这你怎么解释啊？大家见过这东西吗？有古书记载，有君似笔锋，闻时生异象，人如入冥界，命微发一语，名曰判官君。这东西多生在深埋地下的棺材板上，以死者腐烂的肉身血水滋养生长，也就是你们所说的毒蘑菇。不管是磨成粉、烧成烟吸进鼻子，还是混入饭菜酒水里，都会产生幻觉。那三姑的催眠也就好说了。那些产生幻觉、撒癔症的人，说什么纸人活了，还是见了鬼了，就顺着往下编就得了，反正你们又不知道。我没猜错的话，三姑把这玩意儿磨成粉，调了颜色，涂在纸人的嘴唇上。二瘸子抱着纸人天天亲，他能不中毒吗？我都差点着了他的道。那二瘸子已经死了，怎么半夜还能听到他打更的声音呢？对呀，是啊，听到那叫一个震，吓死人了。仰头相向明，夜夜打我更，不知身后事，旁人驻足听。
假扮此事。你们看明白了吗？那刘一眼也算惹了二瘸子的死期啊！算命的收了钱，知道你要死，不管你写什么字，他那3寸不烂之舌都能给你编出个说法来，这有何难啊？那李家二嫂呢？怎么活生生站着淹死了？你们叫我俩丧门星，不就是因为和我们接触过的人一个接一个的死吗？李二嫂也知道，她在茶单听到了不该听的，她害怕轮到自己，半夜外逃。可镇长大人怎么会允许有人破了这阴阳阵的禁忌呢？找到二嫂时，我发现她手臂后颈都还留有被人用力掐住的淤青，只不过你们被鬼话连篇蒙了眼，你们也不想想。那么硬的石头河滩，没活人给刨个坑，一个死人他站得住吗？至于冯师匠、于旺财和你们镇上那些死得不明不白的人，也就可想而知了。镇长，你说话呀！他们说的是真是假？他们说的都是真的。棺材铺的钱掌柜是我杀的。这件事被赵金彪知道之后，他以此要挟我，我无奈，只能做他的台前傀儡。你们信不过他们，总该信得过我。何三姑，你要想清楚，你要想清楚，你要想清楚这一切后果。我想了很多年了，想的连我自己的亲闺女近在眼前，我都不认得。我这个当娘的，还不如死了的好。三姑。你在说什么？谁是你的闺女？你是谁的娘？荷花，爹，孩子，你是我捡来的。三姑她才是你亲娘啊！她有她的苦衷，孩子，别记恨她。我一直都叫你荷花。那天看见你背后有块胎记，我的女儿背后也有块胎记。那次叫了你声孩子，谁曾想？你真的是我的闺女，娘。真相大白了。全家团聚了，想要看老的笑话，你们还不配。赵金彪，老子都唧唧歪歪的，搁以前我就碰你800次了。我现在已经不想杀人了。我喜欢颠覆人的信仰，控制人的心，那比杀人要有意思多了。但是不要逼着我杀人，刚才那人不是我杀的啊！你们不要逼我杀人！以前没白练。不要！你给我闭嘴，不要管！为什么老想往外跑？
外头的世界军阀混战，炮火连天，尸体都堆积如山了，树皮都啃光了。你们往外头跑什么啊？我好不容易把这个一穷二白的地方经营成了像今天这么样的一个世外桃源，就是希望让你们能够远离战火，安居乐业。我只不过就是让你们大家都听我的，我哪点错了？这一点小小的心愿，你们还不愿意让我们大家一块儿满足吗？我给过你们这么多，还有人不想待在这儿。我想成佛，他没人拜我，那我要成了魔，那就水流成河。小雅，再见，保重啊！再见，再见了，再见，再见，多保重啊！回来，瞧瞧。你说我们要游遍大江山川，还会碰上多少个疯魔画卷、坐地成牢的阴阳阵啊！一坐不食，未坐不得。尽人事听天命，人间正道是沧桑。大爷，2碗馄饨，加俩茶叶蛋啊！这个时辰哪还有给人吃的东西？卖光了。那咱俩进了村再瞧瞧，兴许还有没打烊的饭馆。那走吧。阴阳不同道，日月两界分。天黑人变鬼，天明鬼变人。哎呀，年轻人，四方都有路，天地各有门，鬼
鬼路人莫走，人道鬼不通。这个村子不干净。人手电关闭，走开。干嘛？来准备，来准备，来开机，来走。好，停！呀呵，来关机，关机，把镜头甩回去。怎么画面里站个人呢？怎么？哎，没人呢，没人啊。回放一下，我看一眼。来，回放。回放。我让你回放的那么墨迹。停一下。停一下，往后倒一下。是个人影。在这停一下，再往后倒一点，再往后倒，停！这是见了鬼了，这是，怎么有个人影呢？谁呀？来，等我过去看一眼。来，双面老师，谢谢大家，全组杀青。